美国政府近年来频频假借国家安全名义，试图用政治手段打压 TikTok。美国媒体放风称，拜登政府日前对 TikTok 发出威胁，要求字节跳动出售其持有的 TikTok 股份，否则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遭到封禁。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强行掠夺别国企业。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负责监管跨境投资安全风险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近日威胁 TikTok， 要求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股份，否则该应用程序将在美国遭到封禁。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代表也对这一要求表示了支持。《纽约时报》指出，这标志着拜登政府对 TikTok 态度的转变。此前，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来解决 TikTok 带来的安全威胁。TikTok 表示对美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TikTok 发言人莫林·沙纳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保护国家安全是目标，撤出股份并不能解决问题。所有权的变更不会对数据流动或获取施加任何新的限制。TikTok 高管之前表示，字节跳动有60%的股份由全球投资者持有，20%由员工持有，另外20%由创始人持有。创始人的股份拥有超额投票权，这在科技公司是常见的情况。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 TikTok 已就保护用户数据的问题进行了2年多的谈判，但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华尔街日报》称，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中的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代表在内的人支持强制 TikTok 出售。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知情人士称，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才能制定出解决方案。英国路透社指出，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威胁要对 TikTok 实施禁令。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曾试图封禁 TikTok， 但这一要求被美国法院驳回。有分析认为，美国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放风的方式，以内部压力逼 TikTok 主动让出股份。针对美国政府的威胁， TikTok 发言人回应称，强制出售并不能解决美国政府对于所谓国家安全的担忧。缓解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的最好方式是对用户数据和系统提供透明的、立足美国的保护，并且由第三方进行监督、审查与验证。而 TikTok 已经这么做了。此前 ，TikTok 曾表示，公司已经投入15亿美元在美国推出德克萨斯计划，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甲骨文公司，以确保安全。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打出所谓国家安全旗号，妄称 TikTok 可能将美国用户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试图用各种手段打压 TikTok。美国联邦政府和超过一半的州已经禁止在官方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参议院正计划推出一项立法提案，以加强美国政府应对外国应用程序威胁的法律力量。白宫已经对这项提案表示支持。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宣称，这项立法将赋予美国政府权力，阻止在美运营的技术服务对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我觉得美方现在就是针对 TikTok 在出台一个量身定做的法案。总之，我的目标是明确的，我是要让你出售在美国的股份，背后的资本一定不是中国资本，而是美国资本所占有。所以我会为你量身定做相应的法案，最终通过法案的方式限制你在美国的继续运营，你不得不出售。而 TikTok 被施压，也是美国大科技公司长期对美国政府渗透的结果。近几年，关于 TikTok 抢夺谷歌、脸书份额的新闻层出不穷，美大科技公司也早已把 TikTok 视为劲敌。华盛顿邮报报道，脸书母公司 Meta 支付了一家共和党咨询公司的费用，来发起反 TikTok 运动。说白了，背后还是 TikTok 跟 Facebook 实际上存在竞争关系，所以把 TikTok 放在讨论的日程当中，也是 Facebook 在背后有所推动的。但美国用户却更倾向于 TikTok。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 ，TikTok 在美国有超过1亿18岁以上月活用户，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美国决策信息公司早安咨询公司的科技行业分析师马拉特表示，
美国年轻人对社交媒体有着非常积极的看法。18至25岁的美国人比老年人更不在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且更不信任当局。不少美国年轻人对政府试图禁用 TikTok 表达不满。I heard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a few years ago. They'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like that. Honestly, if they ban TikTok, I'm just moving to a country where they have it. I need TikTok, man. They can't take it away. 同时，对 TikTok 施压感到焦虑的，还有入局美区 TikTok 的大量商家、机构和品牌。而对于美方以莫须有理由威胁禁止 TikTok， 就连美国媒体也不认同。华盛顿邮报15号刊登的一篇评论称，为了应对一个未经证实的风险而实施禁令，这种方式非美国、不民主也不恰当。更重要的是，禁止 TikTok 对于打击其他危险宣传证据更充分的社交媒体陷阱毫无用处。有分析认为，在用户隐私的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上 ，TikTok 给出了甚至超出美国要求的标准，远高于美国本土的其他平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在放风，意味着他们真的找不到理由禁用 TikTok。拜登政府如果直截了当禁用，一来将对美国的投资营商环境带来极大伤害，二来会招致年轻人的反对和政治反弹，这对民主党的选举不利。现在他们有考虑，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然后年轻人对于 TikTok 的喜欢，如果我直接去禁封它，肯定会影响部分选民的这个基础，所以他现在的是一定会找一个让年轻人认为可以接受的理由，来减少对这种负面影响的冲击。比如说他会说你的这个数据安全，总之我会编造一个故事，让你信服我这个故事之后，我再去实施禁令或者强制出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号重申，数据安全问题不应成为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工具。特别要强调的是，美方迄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强行掠夺别国企业。美方应当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在拜登政府不断放大中美竞争以及美国政客无底线反华的背景下，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的成员多次高举"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标语，对华盛顿政客表示抗议。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政治活动家朱迪·埃文斯日前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再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试图打压中国的行为是愚蠢的，世界应该是大国并存、友好合作。2月28号，美国会众议院在今年1月刚刚成立的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就遭遇尴尬的一幕。反战组织粉色代码的2名成员对渲染中国威胁的议员表示抗议。成员之一奥利维亚·迪努奇在听证会上举着"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标语被强行带走。之后，另一名成员高举"停止仇恨亚裔"的标语起身抗议，听证会再度被打断。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政治活动家朱迪·埃文斯对深圳卫视表示，粉色代码知道自己必须要破坏美国政客散布的对中国的仇恨和恐惧。So why was Code Pink disrupting the first hearing of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shouting China is not our enemy?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ve seen since we've been protesting in D.C. for the last 20 years that there was a prime time hearing. So we knew that we needed to disrupt what was going to be more pushing of hatred and fear towards China. And we also know that that raises fear and hate of Asian Americans. You know, the other things that Olivia said when she was discussing the committee, well, she said, we need committees for peace and cooperation, not more hate and lies. And also we heard them say that China w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crazy. 过去3年，粉色代码一直关注美国政府如何针对中国进行舆论战，并且在美国民众中煽动对华仇恨和恐惧。
时任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前，埃文斯就组织了抗议活动。We did a major protest outside of Nancy Pelosi's office, Congresswoman Nancy Pelosi's office, when she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We felt it was irresponsible, childish, and could be seen as an act of war. And that's just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For her, the folks in her district were very upset with her. 在中美经贸层面，上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为了美国利益为借口，对华商品加征巨额关税。而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变本加厉。对此，埃文斯表示，这完全就是霸权行径。Tariffs came ou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used those tariffs to win in Middle America, in the area where workers have been devastated in the last 20 years. It was the capitalists who run those companies who took the jobs to China. China didn't take the jobs. The U.S. gets to make up stories about how they're the victim when, basically the world is the victim of United States hegemony. 在近30分钟的专访中，埃文斯多次提及和平，国与国之间彼此尊重、友好相处，并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And also, why do I go on Chinese news? Is I want people in China to know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love China, that don't agree with their government, that don't want China as an enemy, but want China as a friend and want to cooperate and want to work together for a healthy planet and for healthy people that are fed and that can live in joy and celebration. That's going to take all of us getting along. Also, China's such a beautiful country. Like, don't you want to go? And 3月1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会谈，重点就加强经济安全合作进行磋商。这已是不到1年的时间内，舒尔茨再次访问日本。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防长还就签署武器互助和供应协议，以及举行联合军演展开协商。18号下午，德国总理舒尔茨抵达东京，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和德国能够保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的关系。舒尔茨回应称，愿意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去年4月，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的舒尔茨曾访问日本，他当时表示，对日本的访问发出了德国及欧盟进一步参与印太事务的政治信号。首脑会谈后，日德两国还首次举行了政府间磋商。据悉，磋商历时约50分钟。德方与会部长及官员包括经济部长哈贝克、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财政部长林德纳、内政部长费泽尔、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和交通部长维辛。两国各派6名部长及官员磋商，最主要的目标是强化双方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涉及强化矿产和半导体供应链，避免在矿产资源等敏感领域过度依赖特定国家。双方还讨论了如何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对抗网络攻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德国与中国、法国等国家也曾举行过此类磋商，但此次与日本进行的磋商具有高度的政治和象征意义。日本去年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旨在保护技术和加强关键供应链，而德国希望了解日方的战略。德国和日本呢，实际上这几年的战略合作一直很紧密。2021年开始呢，这个德日之间有这个2+2外交与防务部长级会谈，至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次。然后呢，今年也就是23年的这个舒尔茨访日之后呢，双方又开启这个政府间磋商这样一个，就是领导人牵头啊，这个重要部长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会谈机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德的这个战略合作呢，可以说大幅度的提升了。在防务领域，两国同样达成多项共识。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将进一步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感，增加与日本自卫队间的联合军演及部队交流。报道称，磋商除了讨论推进旨在加强协作的法律框架，还讨论了加强在法律装备及技术方面的合作。事实上，近年来日德之间的军事合作显著增加。2021年11月，德国海军护卫舰巴伐利亚号停靠在日本东京港口，这是德国舰艇时隔近20年再次停靠日本港口。
去年9月，德国空军的3架战斗机飞抵茨城县百里基地，与日方3架 F-2战斗机进行了共同训练。这是2战结束后两国空军首次在日本国内联合训练。德国最近呢，或者说最近的几年呢，它也有一个外交的转型，也就是更多的干预亚洲事务、参与印太事务啊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对于日本来说呢，它要拓展所谓的国际战略或者说全球外交的空间。那么除了依托日美同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与欧洲啊这个第三方势力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那么德国作为欧盟的主要发动机，作为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这种区域大国，那么也对于日本来说有重要的价值。外界注意到，除德国外，日本这2年特别加强了与欧洲国家，尤其是 G7 成员的军事互动。今年1月，岸田相继访问法、意、英、加、美5国，所到之处均提及所谓防卫合作问题。尤其是访问英国期间，日英2国正式签署相互准入协定，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英国也成为继澳大利亚后第2个与日本签署实现部队顺畅往来协定的国家。有分析指出，近年来北约与日本一唱一和，预见日本进一步介入亚太局势，而日本方面则利用地区局势拉拢北约，并制造各种借口，增强所谓防卫力量。日本去年12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这是日本一贯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强调反击能力和先发制人，以及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具体落实都离不开美国支持，并需要与G7国家展开武器研发、军事合作。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一方面要经营好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外交主要根据地，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尽可能去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外延。特别今年日本还要承担，比如说这个G7的主席国啊，他今年也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非常理事国任期的第1年。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是要搞国际外交大展拳脚、自我定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年份。与此同时，日本正紧锣密鼓推进导弹力量扩张。作为加强所谓西南诸岛防卫力的措施之一，日本防卫省18号向位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运入了导弹等弹药。外界注意到，该驻地于16号才刚刚投入使用，部队人数大约570人，装备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将原本部署在熊本和长崎的2支防空和反舰导弹部队也部署在石垣岛。连日来，大批当地日本民众聚集在港口表示抗议，他们担忧石垣岛将被卷入战争。石垣岛是日本所说的西南诸岛中距离台湾第2近的岛屿，相距不到300公里。此外，该岛距钓鱼岛也仅170公里。早在2016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在该岛开设了驻地，但只是部署了沿岸监视部队，并没有部署导弹部队。如今，随着日本自卫队导弹部队的部署，意味着石垣岛成了距离台岛最近的导弹部队驻地。值得注意的是，17号，日本中央政府联合冲绳县政府首次举行了以疏散冲绳居民为目标的地图撤离演习。演习假设日本周边局势恶化，且有可能发生武装袭击，因此将出动飞机和渡轮，以多种方式疏散12万人到九州。此次模拟演习预计确保每天疏散2.2万人，是正常运力的2倍。以此速度完成全部疏散目标需要6天。实际上，我们知道日本强化西南诸岛防御一直以来都是以中国作为一个长远的针对的目标的，这个其实也非常明显。那么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呢，一直主张要强化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包括这种军事的监测啊，甚至导弹的防御啊，包括一些驻地部队的这种，包括一些重装部队的这样一个驻扎等等，这个都是在逐步推行的。而石垣岛显然是这个环扣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永志。徐先生你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两国也首次展开了政府间磋商，重点讨论经济和安保。那您对此有何观察？这次的这个双方的这个磋商，我觉得它的重点有3个。第一个是这个尤其是日本希望把这个两国的这个安全合作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因为之前的这个2+2呢，它是外长和防长参与，比较少有经济的这种部分。第二个呢是希望深化两国的这个安全合作，比如说两国在这个声明里写，以后是要朝向这个建立这个两国签署叫做物资服务相互提供协定，就是军队和军队、自卫队和德军之间的这种相互提供像比如说油料或者弹药这种协议有关系。这个主要是为了深化自卫队和德国军队之间的这个演习，然后也包括在这个海外行动时候的这个补给。第三个这个合作的这个重点呢是怎么去联合在 G7 上发声，因为日本是今年的这个 G7 的东道国，7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所以说日本特别希望能够拉拢德国，尤其是在对中国的表态问题上取得一致。当然这个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这次从声明上来看，很多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安全方面，它很多的所谓的共识仍然是粗俗的，是这个原则性的，就是双方到底去未来怎么去把这些共识给细化然后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仍然是有待观察但是就是说，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市场合作、经贸合作，明显是比这个日本和德国之间要更大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只要中国这个扩大开放，就是能够特别扩大和德国在这个比如说新能源呀、绿色等等这个新领域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那么中德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外界注意到日本近期声称正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卫合作，那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您说的对，就是扩大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实际上是这次2022年末日本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个特点。我觉得我的理解，这个背后反映出日本对于世界局势的一种评估。所谓的这个评估，指的是日本认为这个中美已经正式爆发了这个不可逆转的这种日本叫做新冷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世界上就是愈发的要去分为两个阵营，然后作为日本，他是觉得他应该去选边站队，这是我觉得基于日本他这个提出这个要和同志国、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原因。那基于他这种对局势的这种错误认知那么他就提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我们所说的不愿意选边站队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在日本看来，可能东盟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要拉拢对象，他是希望去着力的拉拢这些国家，把他们变成自己这个阵营的。比如说在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就写明了说要新建一个这个对外军事援助的一个新的机制。而第二个领域，第二个范围的国家呢，指的主要是域外的这个大国。比如说英国、法国等等，日本是希望和这些比如美国的这些其他的盟友去一起合作。这个日本基于他认为这个未来中美关系会进一步紧张他要随着美国去干预这个台海、干预南海，就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些这个事务。他基于这样的一个设想，他加强和这些国家平时的合作。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像这个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周边，多派这个比如军舰、军机去和日本进行军演，然后也包括他去弥补日本自身的一些他认为的缺点，比如说在网络安全方面，再比如说在所谓的这个心理战和舆论战的方面，向这个北约去学习这个经验，这些我觉得他还是为了说去随美国干预地区事务，从平时开始就做相应的这个准备。日本近日在冲绳县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和导弹。日本近年在西南诸岛动作频繁，意欲何为呢？在这个日本强化这个所谓西南群岛的这个防卫，是从大约2009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他当时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想定
以后这个美军很可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着绝对的这个军力优势，用它的航母在这个自由进出这个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活动。实际上，把强化西南群岛的防卫，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石垣岛部署自卫队，是这个它整个这个西南群岛这一连串这个类似于岛链的这个加强部署的一环。目的就是说把这个各个主要的离岛，打造成就是适合自己也适合和美军联合作战的，类似于说陆上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如果说再把目光朝美国看的话，那么美国在这个近几年实际上是一直有这个对华的这个新的战术，就是主要去运用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比较小股的部队，然后在这个岛屿之间这个机动，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想这个可以避免一些和中国作战的这种损失大型平台的像航母这样的这个降低这样的风险，同时去起到干预这个台海或者南海局势的那么一个目的那么日本实际上是把这个在各个岛屿之间去部署自卫队。它的那个演练实际上是跟美军很多时候是在一块儿的，实际上是帮助美军去实施这样他们的一种这个战术，叫内测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好，谢谢徐永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罗斯西方集团军19号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2次挫败了乌军进行作战侦察，并将其预备役部队调至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企图。同时，俄军仍在对巴赫穆特的乌军进行打击。此外，波兰和斯洛伐克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这些诞生于苏联时代的战机对冲突局势有何影响？来看报道。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直升机前往顿涅茨克第2大城市马里乌波尔访问。塔斯社报道称，普京驾车在城市内的多个地区查看情况，并与当地市民交谈。同时，普京还对海岸线进行了视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普京首次造访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呢，也是经过相当惨烈的作战之后，这个夺取的一个城市。那么它自身呢，在整个的冲突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环境来讲呢，马里乌波尔对于这个控制黑海，那么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说俄罗斯方面需要通过这个在这个时间去宣传马里乌波尔的相关情况，俄罗斯方面仍然有能力去取得整个行动的成功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普京来讲也是需要加油打气的一个过程。外界注意到，周6是克里米亚公投入俄9周年的日子，普京在当天驾车访问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与市长米哈伊尔·拉茨沃扎耶夫一同参观当地新建的文化和教育设施。拉茨沃扎耶夫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普京给人们带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通过视频方式向普京报告，但最后总统亲自驾驶着汽车到来了。塔斯社提到，驾车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普京着装轻松，并不像平日一样身着正装，而是身着牛仔裤和深色外套。塞瓦斯托波尔，那么它的重要性应该来讲，在最近这个俄乌的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对于这个黑海来讲，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是黑海舰队的母港。而之前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黑海上空出现了这个美俄之间围绕着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发生的这种空中危险接近事件。那么怎么样在这种我们说多方的威胁来临的情况之下，能够保证克里米亚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安全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课题，那么当然也是需要普京亲自出来去过问。此外，波兰总统杜达16号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乌军移交4架米格29战机，而移交的总数将达到10架。这将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杜达还透露，波兰空军将采购韩国制造的 FA50 战斗机和美国制造的 F35战斗机。另据德国电视2台报道，由于波兰空军部分米格29来自德国，目前还不清楚其中哪些将被移交给乌克兰。斯洛伐克政府也紧随波兰，承诺将向乌克兰移交13架米格29战机。斯洛伐克政府表示，相关决定与盟国进行了周密协调。该国防长亚罗斯拉夫·纳德还透露，作为补偿，欧盟将拨款2亿欧元的资金，以便为斯军从美国采购总额7亿欧元的武器。观察指出，东欧国家正寻求以这种方式进行武器更新换代，但这将令这些国家的武器供应越发依赖美国。
米格29首次服役是在1982年，由于性能早已落后，北约承诺将对这些旧战机进行技术改造，其能够挂载和发射 AIM-120空空导弹。另据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米格29战机曾于1997年起在以色列秘密服役，被用于安排与西方战机对抗，寻找弱点。据当时参加任务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表示，米格29战机在近距离缠斗以及自动化水平方面具有优势。同时，这款战机可靠性较高，很少出现故障，维修成本低，不像美制战机那么精致难修。这些战机的这个被送到乌克兰方面，会对乌克兰的空中力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说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到现在，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么考虑到它有限的人员，如果说能够获得这个比较熟悉的苏制战机的话，那么当然很有可能会很快的投入这个作战。而且波兰跟斯洛伐克的米格29呢，其实也接受了一些这个北约项的这种升级。那么一定程度上呢，可能可以更好的去这个使用北约的情报体系，包括我们说这种弹药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得到一个提升。但乌军想要的是美制 F-16战机。近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在波兰宣布向乌克兰转让部分米格29战机后，乌克兰军方对其效果表示怀疑，称他们欢迎这些老旧的战机，但他们的到来对乌军的帮助有限。乌军希望得到更为现代化的美制战机。报道指出，尽管乌克兰继续要求获得美制战机，但却遭到了白宫的拒绝。3月7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事先未对外宣布的情况下，重返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西亚·苏达尼会面。奥斯汀是拜登政府访问伊拉克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在巴格达，奥斯汀闭门会晤了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许多细节并未披露，但之后奥斯汀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明确表示驻伊拉克美军将应伊拉克政府邀请留在伊拉克。这是2021年美国宣布结束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斗任务后，美国军政要员迄今对驻伊美军继续留驻伊拉克最清晰明确的表述。伊拉克方面的回应则较为简略。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新闻通稿称，伊拉克致力于加强与巩固伊美关系，并未直接证实巴格达政府是否邀请美军继续留驻。美国在中东地区现在的资源投入已经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低。尽管是最低的，美国又想以最低的成本维系它的世界霸权，维系它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伊朗2个国家在北京与中国发表3方联合声明。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美国现在在中东这个政策和它的部署有些慌乱。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坦克、战车、导弹等更加高端的武器，反而源源不断地涌入战场。上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突访基辅，并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约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他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国家联盟，以前所未有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保卫乌克兰，而且这种支持会继续下去。对此，舆论批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帮助保卫乌克兰是美国的另一个弥天大谎。这个是美国必须要去检讨的。没有任何国家会对美国直接造成威胁，那美国出去干涉这些其他国家，想要造成这种政权更替，最后的结果反而是造成自己的内伤啊，就是削减自己的实力。